那段漫长的日子，我都在等待一个机会。家宴的那天，吕公来嘲讽我，终于让我逮到这个时机。吕梁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死不承认？你宁愿被困在这个地方，你也不说话。我们吕家怎么有你这样的人？吕梁，没关系，你不敢承认，就关到你承认为止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到小环，找到当年隐藏在背后的真相。这一切都跟小环说的那个婆婆有关。小环和她到底去哪里了？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到当年隐藏在背后的真相。为了找到真相，我加入了全信。吕家村的吕梁杀了自己的妹妹，从而成为了吕家最强的冥魂术使用者，还从家里跑出来了。整个异人界到处在找你。可以呀，吕梁，全姓的人都没你疯。我想加入全信。你是想加入全姓？你是想让全姓保护你？不行吗？全信总有用到我冥魂术的一天吧？你们说了不算的话，就把代长们请过来。用不着，你可以加入全姓。怎么加？只要你对外宣称你是全姓的一员，全姓就会承认你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要做的事情靠我自己很难做到，而加入全姓是目前最符合实现我所有计划的条件，所以我潜藏在全姓里边。代掌门也好，全姓的计划也好，都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成了！通过解开张怀义和田径中的记忆，基本验证了我的推测。吕家的冥魂术的确与假身之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全姓散了，我只能东躲西藏，我没有力量继续获取真相了。这一天还是来了，我不得不回到那个地方。咱们是双拳手。对。当我以为我所有的计划都将止步于此的时候，也许是上天对我的眷顾，让我在黑暗中获得重生。
就算是你杀了小关，相信我也不是不可能。大兄弟里我不希望你是凶手，背叛宗主，罪该深死。这是我们吕家最大的秘密，你一定要守住。他不能死，我们吕家的每一滴血都是珍贵的。双拳手，那是血液里的东西。刘公啊，刘公！四肢，我长出了四肢。你不是力量，不是。小子，长本事了。就你这种又蠢又龌龊的老东西，怎么就能成为石老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当时你砍了我的手脚，没想到就成为我获得双拳手的契机。您不用这样瞪着我，我的双手双脚已经不是吕家的，我让你来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双拳手。你虽然窃取了端木樱的双拳手，但不过只是点皮毛。小欢说的老婆婆，原来就是端木樱。你不是渴望得到双拳手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双拳手不仅能操控记忆，还能让肉体获得重生。去，叫所有人来刺他。是。可惜你再也没有机会得到双拳手了。看呐，这些就是你养的牲口。
8年前，就在这儿，你们所有人都说我害死了小环，可你们明明知道我那么喜欢小环，但到头来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说半句话，提出一丁点儿的怀疑。你们用冥魂术折磨我，把我的记忆翻个底朝天，逼我去承认你们所谓的真相。说什么替小欢讨回公道？你们真的在乎生命吗？你们只是喜欢伪善，不顾人死活。小欢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珍惜的人，可你们却诬陷我杀了他。我以前想不明白，我也是吕家人，为什么你们这么对我？我现在明白，因为在这个家里，根本就不需要，哪怕是一丁点所谓真正的快乐。从小到大，你们所有人跟我说，咱们吕家里的血每一滴都很珍贵，可到头来，就是他的血最珍贵。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，还要把他作恶。好啊，你们不是对幽狐邪恶吗？不是不顾亲人的死活吗？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尝，失去自己最爱的人，失去所有最美好的回忆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？你们这些同谋帮凶，我就要让你们在回忆的美好和现实的空洞中过完这一生，这就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从今以后，请叫我全信掌门。是，掌门。向老爷子，有空聊两句吗？在包厢里吃饭，图的就是个清静。小吕梁，
你什么时候这么不待见呢？出去！让你出去，没听到吗？雨阳怎么会在这里？看来我不能不谈了，是不是？夏老爷子，收拾一下，咱慢慢聊。是。二庄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不是吕家的冥婚书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得观察一下再行动。这才对嘛！大家心齐了，才有劲儿能往一处使。关于那女人的记忆，我已经放到你们脑子里了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把这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你进去后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。哥，等等我！你来追我呀！我可是第1名！你耍赖嘛！这是咱们今天下午剩下的，你拿着。几天不见，牌面这么大。你谁呀？把自己记忆也删除了。谁给你的？你给我的。把记忆解开，告诉我真相。我给了你2个，还有1个呢。余亮，你刚才用的不是你们吕家的冥婚书，是什么？你果然还是这么无耻啊，张楚来。要不你先看看这个吧。不行，你不能回去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师傅知道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到底悟到了什么？大耳贼，走了，没时间了。来了。一个是我爷爷，另一个是谁？多木鹰，跟你爷爷一样，36贼之一，8奇迹的创造者。他的奇迹叫双拳手。你刚刚不是问我用了什么吗？我用的就是双拳手，而冥魂术只不过是双拳手的冰山一角，我也是8奇迹的拥有者了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找他？
我要问清楚件事儿，让我杀了他。他还活着。冥魂术，双拳手。冥魂术，双拳手。冥魂。宝儿姐，怎么激动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宝儿姐，冥魂术就是双拳手。冥魂术的特点是什么？是记忆，记忆。假身之乱之后，你凭空出世，出世的时候又什么都不记得。你有没有怀疑过是有人篡改了你的记忆？8奇迹之中，唯一跟记忆有关系的就是双拳手，会的人就叫端木樱。记忆？端木樱肯定知道你的身世下落，我们要赶在吕梁之前找到他。那可找他嘞？二壮，二壮不回我消息。13。嗯。二壮的事情是公司保密层级最高的，你们两个透露眼睛就算了，现在还要给我出难题啊！三哥，这次事关宝儿姐记忆，而且你们徐家2代人都守护宝儿姐，这次终于可以知道宝儿姐的身世了，没有什么好顾忌的呀。楚岚，你不用激我知道，你是想通过二壮找到端木樱的下落，对吧？没错啊，而且现在吕梁也在寻找端木樱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吕梁之前找到端木樱。楚岚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要动的人可是当年8奇迹的拥有者，那可是全星和石老都动不了的人。三哥，我们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你要是不帮我们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你，狗娃最后是还在，他肯定会帮我的。行，我带你们去找二壮，但他愿不愿意帮你们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二壮在研究机构里，你们直接去吧。宝儿姐、张楚岚，你们好，终于见面了。这就是我，二壮。不用替我难受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们想问我什么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早些时候我出了一些事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爸调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，帮我打造了这个机器，硬是让我活了下来。作为回报，我必须帮哪儿都通管理所有的系统和数据。总之，我的命是保全了下来，只不过我活着的方式跟你们有些不太一样。那你自己呢？你想这样吗？那时候小，还觉得挺好玩的。可慢慢我就发现了，虽然这世界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没有我查不到的人，但我自己只能关在这个小黑屋里，哪儿也去不了。好吃的，好玩的，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人，都跟我没关系。我爸怕我无聊，又让我学了出阳神的本事，以电磁波的形态摆脱这个身体，这就是我无处不在的原因。你们知道吗？在艺人演武大会的时候，我看了你们好多视频，我可想去龙湖山跟你们一起比赛了。可我知道这是做梦，说到底我就是个废人，连自己穿衣吃饭都做不到。没事儿，下次艺人演武大会比赛的时候姐带你去，你都不用出手，我帮你把对手都埋了，保你拿冠军，是不是张楚岚？必须的。谢谢你们。二壮，我知道你们还是要打听端木樱的事，
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端木鹰的双拳手有2个效果，其一是修改人的记忆和认知，其二就是修改人的肉体，甚至能让断肢再生。我出事之后，我爸也一直在寻找关于双拳手的线索，他希望能用双拳手帮我还原身体。他查到了吕家的冥魂术，但那是不完整的双拳手，只能提取和复制记忆，不能修复肉身。真正的双拳手要更加全面，一手可以修复身体，一手可以操纵记忆，不但能提取复制记忆，也能删除。后来我爸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，得知端木鹰被拘禁在吕家，这才想办法把人从吕家接走，带回了公司。那既然你们已经找到了端木鹰，为什么你还是这样？他的情况很复杂，其中的缘由我也无法清晰获知。这一切的真相，希望你们能够揭开。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残缺，我也想加入你们。你们快去吧，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再见的。一定。二壮把地址发来了，是公司的展演，肯定有公司的安保。哪2个班？找彭说3跟4儿。这件事情影响重大，千万不能牵连他们2个。怎么还没来啊？不等了。再等等吧，二姐，怎么说也是公司的地盘，很危险。王叔马上就到。什么情况？人呢？楚郎哥，宝儿姐，郎哥，那儿。楚郎哥，宝儿姐，好久不见！楚郎哥，干嘛呢？大点声！我让你们玩笑关了，滚那边去！好嘞，多大点事儿啊？早说不就完了吗？我让你们3个低调，低调要低调。你们穿成这样干嘛？低调不也得分场合吗？不能给宝姐丢面。这也是雷次男的帮手吗？拿上装备，听我命令，出发！果然人很多，肯定有埋伏。听起来个个都是高手，还有钝器击打地面的声音。看起来每个人都有武器。有人靠近门了，宝儿姐！我们来打掩护，你们早几个人溜。别玩了，看节目去！来了，大爷大娘们，今儿我们小哥仨来到贵宝地，就是为了给您送温暖、送健康。哎，这是嘛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让！你们干嘛呢？这不让卖东西。不卖，不是，我们送健康、送温暖，送温暖。宝姐，其他地方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段木英的身影。就差这附近了，我们仔细找找。已经快80年了。这是哪？当年我们就是在这里悟出了8奇迹。从吕家逃出来之后，
我用尽了各种办法，就是为了回到这里，却一直没能如愿。这是传说中的24节骨。谢谢你，把我回到这里。你在这里悟出双拳手，自己却进不来。24节骨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这是另一个空间，这里才是真正的异人世界，异人能量的初始之地。它隐隐蕴含着一种力量，引导着进入这里生灵的血脉运转，让人通周天。24节骨是超越时间的存在，影响你的现在、过去和未来。可惜，这么多年，我各种办法都试过了，却一直在异世界边缘徘徊，所有的能量流动似乎都停滞了，这具身体也无法长大，只凭我一己之力是进不了24节骨的。没想到有一天会被你们重新带回到这里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当年，我、四哥，还有大耳贼他们，我们9个人就在这24节骨里与世隔绝，同参大道。我们一心寻找自己的道，这种志同道合，这种快乐，这种真真切切的完满，如果你没有切身经历过，你永远都体会不到。如果不是在这里，我永远都悟不出双拳手。知道当你终于悟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，就是最真切的感受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就像是你融入了一切，你能感受到整个世界的律动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为你雀跃。我爷爷就是在这里悟出的气体源流。因缘际会呀，我好久都没这么高兴了。可气体源流究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每个人的道都不一样。8奇迹并不只是威力巨大的异能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认识，对于自己命运的一种掌握。或许有一天你能明白，能领悟，或许你这辈子都做不到。大耳贼竟然没有传给你，可惜了。那你呢？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竟然成了小欢最厌恶的样子。我想回到和小欢在一起的那时候，做回真正的自己，小欢心中的好哥哥。伤害了那么多人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决定去拿刀筒自首。张楚来，你不能像我一样，一定要守护住最重要的人，守住冯宝宝。去吧。